大家好，这里是阅见成长，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欢迎留言告诉我。那么，我们开始吧。小时候第一次看《小王子》，你可能只记得玫瑰、狐狸、星星，觉得这是一本有点怪，又有点可爱的童话书。可是长大之后，再翻开一次，你却会突然看不下去，甚至看到某些段落，眼眶不自觉就红了。为什么一本看起来写给孩子的书，故事一样，文字一样，但为什么长大后再翻开，却能一次又一次精准戳中大人的心？如果你现在的人生偶尔会觉得迷茫、疲惫、孤单，那小王子其实不是童话。今天我想陪你一起重新走进小王子，不是用课本式的分析，而是用一个已经长大但还没完全忘记童年的大人的角度聊聊这本书到底在提醒我们什么。在聊故事前，我们一定要先聊作者。小王子的作者是一位飞行员安托万·德·圣修伯里，他的人生其实一点都不童话。35岁那年，他驾驶飞机时发生意外，被迫降落在撒哈拉沙漠，在几乎没有水与支援、没有希望、随时可能死亡的情况下，他一个人面对天空、星星、孤独，也面对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开始回望自己的一生，回望那个曾经单纯相信世界的小孩。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小王子》。所以你会发现，小王子一开始不是梦幻的森林，不是城堡，而是飞行员坠机的沙漠。这不是巧合，这是作者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变成了一个看似温柔，其实非常残酷的寓言。故事一开始，飞行员回忆自己6岁时画了一幅画，那是一条吞下大象的蟒蛇。可是大人们怎么看都说，这不就是一顶帽子吗？于是小男孩一次又一次解释，甚至画出剖面图，但大人还是说，别再画画了，去念书吧。那一刻，他放弃了解释，他放弃了当画家的梦想。有没有发现，这其实就是很多人的人生？这一段很多人小时候读过，没什么感觉，但长大后再看，你会突然懂。不是你没有梦想，也不是因为你不努力，而是你的梦想曾经被某个人用一句话否定过。这不是因为你错，而是因为对方看不懂。慢慢的，我们学会一件事，不要再说了，反正没人懂。那不是成熟，那是我们第一次为了活下去，把自己藏起来，然后选了一条比较安全、比较合理的路。这是小王子第一个提醒我们的事：大人不是不聪明，而是忘了怎么理解别人的世界。长大后的飞行员在沙漠里遇见了小王子，他又渴又累又接近崩溃。小王子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请你帮我画一只绵羊。注意这件事，在一个人快要渴死的情况下，有人要求你画画，这其实很不合理。但正是这种不合理，让飞行员重新接上了他遗失的那一块自己。飞行员画了好几只，都被嫌弃。最后他不耐烦地画了一个纸箱，说，你的羊就在里面。结果小王子却非常开心，因为他看见的不是纸箱，而是想象力。那一刻，飞行员第一次被真正理解，有人看懂了他小时候那幅不是帽子的画。这段其实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真正的连结从理解开始。小王子的星球上长出了一朵玫瑰，它美丽、骄傲、敏感，情绪起伏很大。小王子每天照顾它，为它浇水、挡风、盖玻璃罩。
玫瑰需要被照顾，却又常常刺伤人，这让小王子觉得疲惫又困惑。最后，小王子累了，他选择离开。直到离开之后，他才明白，他不是不爱，而是太年轻，不知道怎么爱。这一段会让很多大人沉默，因为我们可能都曾经是那个不懂爱的人，以为离开是因为不爱了，但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懂爱。我们以为的爱就是陪伴、照顾、忍耐，却不知道真正的爱还需要理解与界限。我们可能都曾经是那朵用此保护自己的玫瑰。小王子离开家后，一路拜访了6颗星球：国王、虚荣者、酒鬼、商人、点灯人、地理学家。你会发现，每一个角色其实都不是别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或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或多或少都曾活成其中一个样子，追求控制，渴望掌声，逃避现实，迷失在数字里，忙到忘了自己，只谈理论却不去生活，却忘了问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小王子每离开一颗星球，都会说一句话：大人真奇怪。但我们长大后才发现，原来最可怕的不是大人奇怪，而是我们变成了他们。在地球上，小王子遇见了狐狸。狐狸对小王子说了一句全书最重要的话：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需要彼此。这句话很温柔，但背后其实很残酷。在这里，驯养就是建立关系，因为一旦建立关系，就一定会受伤。但狐狸还是选择被驯养，因为没有连接的人生虽然安全，却空洞。当你为一个人花时间，当你为一段关系付出心力，那个人才会变得独一无二，也因此需要负责任。狐狸最后给小王子的秘密是：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小王子最后选择离开地球，回到他的玫瑰身边。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告别。这个结局很伤感，却也很温柔。成长本来就会失去一些东西，但那些曾经用心连接过的关系会变成星星，留在你心里。小王子想告诉我们的不是永远在一起，而是即使会失去，我们也值得去爱。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希望你能记得一件事：每个大人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小王子，只是有些人把他忘得太久了。我们可以长大，但不要忘记那个曾经单纯、真诚、愿意相信世界的自己。希望你能在忙碌的生活里，替那个还在你心里的小王子留一点位置。